在点击影片下方的查看商品，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官网，输入折扣码 YT50，还可以折扣50元哦！快来一起玩手作。好，这边前片跟后片我们都做好了，我们可以先把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就是正面相对，两侧这边车缝1公分车起来。这边是正面嘛，那这边是有一个缝份，记得要把它往下倒。车完就像这样，它只是一整圈的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先放旁边。在车缝里布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处理那个拉链口部。那拉链呢是定寸拉链，所以这个头尾呢都有档尺。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拉尾。这边是背面，我们会在这个尾端的地方贴上双面胶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拉尾呢对折粘起来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拉尾部比较小，设计的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后面呢就会让它这样内缩，然后这边再接一块布，这样就会看起来比较精致。这一块是我们的拉尾部，就是会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。你知道那首歌吗？对折再对折。好，然后就这样塞进来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铺面布嘛，所以它很厚，所以我们已经在一半的地方呢，你们可以把这个线拆掉，然后把一半的棉给剪掉，这样就不会那么的厚。好，那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，就是用这个双面胶呢，把它每一个对折，我们都用双面胶去把它粘好。那因为这个布比较烫了，它比较还是会折回来，它不会那么烫的那么死，所以我们就用粘的，它会比较牢固。我们就是这样，就像做劳作一样，这样把它粘好。那像你这样没有对齐也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它反正它折起来是一样大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粘哦。这边就是直接对折进来。突然觉得看到了青箭口香糖，好像是哎，哎，那个包装好像哦。这样，所以你看它一边比较厚，一边比较薄，我们就是把它的厚度减少。那我们可以故意把厚的那一面朝上面，然后就把这个这样，有没有？它左右会故意多一点点，然后再把这个包进来。所以等一下呢，这整个方形呢，我们就会车0.2进来的一个宽，这样车起来。那有些人会故意这边有封住就好了，这边他就不车，故意留这个折双的感觉。那你可以走2圈，最后再回针。这样一个口香糖就完成了。拉尾车缝完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处理拉头。这边呢，拉链的正面。那因为这边前面我们是直接接这个拉链布，所以这边就需要先把这个缝份收尾收好。那我们会折这样一个三角形，就是这样。往后折，有些同学会折在前面，这样就会看到这个三角形，所以要记得是往后折。然后这个地方对齐，这里是平的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三角形会从旁边多出来，这边到时候就会修掉。所以你可以在前面1公分的地方备一个双面胶，然后再去反折它，这样。所以拉链头的部分先把它贴好，这样。那我们会跟这个布料去接缝。这个布料呢，头尾是1公分的缝份，就是这边会这样折进去。那我们为了方便车缝呢，所以你可以在背后这边就是表布跟里布
的背后都先贴双面胶，以后呢，把这个1公分的缝缝折起来。这个布比较不适合用熨烫的，所以我会用双面胶粘。那如果是粘布、粘麻布，可以用熨烫的方式把它固定好。那假设我们这边都粘好了以后呢，这是正面嘛，这也是正面，所以是正正相对。这边假设粘好了，就直接头是对齐的，那尾巴就是直接顺着车，所以后面会多留一段拉链布，这个尾巴有一段，这样是正常的哦。所以我们可以先侧缝这个表布，然后再把里部也是正面相对，对拉链的这个正面对上来，然后对齐你到时候前面的表布的长度，然后这样3片一起车在一起。那你也可以用双面胶把这3层都粘住，粘好再来车缝。我们刚才有说口部会有里部、表部、拉链3片嘛？那我们现在如果是不使用双面胶的方式，先把表布跟拉链的正面相对对齐。我们先车完这2片，之后再跟里部相接。好，对齐这边要注意哦，你可以翻过来，就是让你这个表布多一点点，这样你等一下翻过来车完的时候啊，会比较漂亮，就不用怕那个拉链好像要跑出来的感觉。所以这样多一点点，大概0.1，那我们就可以先梳缝0.5。一样车到中间的地方呢，针扎着，然后压脚台，把拉头往前拉。那你如果不用双面胶的时候，你车缝啊，尽量就是上面这块布你不要去拉扯到它。那你下面拉链你可以把它拉平。但是上面的布就是要小心，用锥子用点的送进去。好，所以后面会有一段拉尾是正常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车完表布就要来接里部，那里部一样正面对着我们拉链的正面，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头尾了嘛？像这边就是尾巴，这边都是头，你尽量都要对齐哦，不可以就是车完发现里部多了，到时候翻到正面就会跑出来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里部放在上面去车缝，那这边侧边就是对齐。刚才是梳缝嘛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完整的接缝，就是要记得车0.7。车完就像这样子，这边翻到正面会是这样子，这是正面，然后背面。好，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法哦。另外一边的话就要特别注意，你这个拉链口部结尾的地方一定要对齐，就你不可以另外一边扯比较高，这样就没有对到。所以你这个记号点，你可以用粉土笔把它延伸画过来，你就知道这边是要车到这条线，这样才会对齐。车完之后呢，正面是长这样，然后背面，我们现在把它们车缝在一起，在这个 U 型的地方到拉链这一端到侧面，这边我们要车0.2车起来。那因为这边到时候跟那个带身接也要梳缝，所以我们可以干脆就是车一个框框0.2把它车起来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把反折缝折好。那这边头尾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先把它反折好，所以它会有这个角露出来，我们就用锥子把它塞进去，不要让那个缝缝露出来。好，那车这个拉链旁边的压线啊，要特别注意，里部呢要把它拉出来，不然有时候里部没有拉，它就会这样往里面夹。所以你看，你拉链到时候它可以拉的空间就变很小，所以你就会常常觉得那个拉链不好拉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把这边拨开。车完就像这样，
好，现在就来车缝里部口袋，正面相对。那这种尼龙布大家很常分辨不出正反，那你可以用摸的，正面通常会比较滑，然后背面会有一种很像纸那种干干的感觉，是因为这种尼龙布容易虚边，所以如果是专门做包包的其实很多厂商他们都会再上一层胶，帮你后面这边就是有点像防虚边，然后再加上让它比较硬挺。但不是所有尼龙布都有上胶哦。那我们就把上面这边一整条车缝起来。这边翻到正面以后呢，我们从这边带口的地方折起来，再车缝0.2一整条。接着我们就是放到里部的这个下片。那我们口袋放上来以后，我们这边要U形的把它梳缝起来。然后这个口袋因为它很长嘛，你可以自己去分格，看你是要分一半，还是你要分3格。那我们今天是车分3格的。那口袋车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结合里部最后的裁片。上面看到这一块是贴边，有时候我们不会让包包一打开大概往下就是内里，我们会做一个，这个是本部的贴边。我们刚刚车好这个拉链口部，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一起夹车进去。那记得是看到正面，然后拉链部也是正面，然后贴边放上来，这样子3层从这边车缝到这里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先把口部跟里部梳缝好之后，再把贴边放上来，再一起车，然后贴边再盖上来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口部啊，我们如果这边不压线，它会容易翻来翻去，缝缝也是会乱倒，所以我们会把这边的缝缝呢往上倒。然后从这个贴边的这边接缝处0.2车缝压线，那有些人也会往下倒，然后从里部去压线。其实这个就很看个人，他如果是想要蓬起来的话，你可以压在里部，比如说它这边就会这样往上。那你如果是想要让它比较隐藏式的，平常你就手提的时候这个不要露出来，那你就可以压在上面。好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不管怎么使用它。它拉完就是会往下掉，就不会一直露出在你的袋口上面。这边车缝好是这边，那另外一边呢就是这边，这是里部嘛。那我们一样从这个拉链部对齐我们的记号点，然后一样梳缝完之后这边接上来，这样，所以方向不要搞错咯。这边口部跟口袋我们都接好了以后，我们把里部呢正面相对，2侧车缝起来。哇，一个内袋就完成了呢。它这边为什么要有拉尾？就是你有时候这样拉，你一定要多一段拉链空间，才有办法把这个包整个打开。哦，所以一定要留这个尾巴。接下来我们要车缝这个提耳，我们这个包是手提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在侧边加上这个提耳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侧背包。我们的 D 型环是2公分的，如果你直接用织带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穿进去，就不需要用本部。那我们今天用本部的话，你就是这个宽度的4倍，所以42的8就是8公分，这里是8公分。那我们就是对折再对折。又来了，对折。好，所以这边会这样穿进来，再对折，要折几次？所以到时候我们这边车好以后会塞在袋口里面，然后就一起车住，这样它会露出来一点点。那这边的棉呢，虽然你看起来很厚，但其实我们织带也差不多这个厚度。那我会建议大家就不要修，因为这个地方啊很容易你这样勾，它其实有拉力。你如果这个布反而太薄啊，那你容易扯坏掉。那我们就是这边对折好之后，2侧车缝0.2，把它车起来。
这边这样车缝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D形环这样穿过来，对折，对折以后呢，我们就这边疏缝起来。完成了，好可爱哦！又是一个口香糖。这是刚才车缝好的表本体，那我们会把这个提耳呢车缝在侧边这个地方。那记得你在车的时候缝缝你要把它打开，不然会很厚。所以我们把缝缝打开以后呢，把这个提耳疏缝在这边。那我们刚刚在车底把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给它多0.5？这个提耳也是一样的意思哦。我们就是给它多0.5之后，这边疏缝起来，到时候带口就会车缝一整圈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子翻到这里来，这样。我会先这样啊，放上来，然后夹住，夹住以后，你再把这个放过来。好，记得要出去0.5，然后这边要对齐中心，这样子。车完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就不要翻到正面了，这个表布呢朝里面。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刚刚车缝的里布拿出来，然后把里布翻到正面，这样，然后带口朝上，这个也是带口朝上，所以它们是正面相对的。那特别注意这个拉头，要跟你前面这个口袋的拉头位置要对到哦。所以这个拉头现在在这边，你这个拉头的位置也是朝这边。好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把侧边呢对齐侧边，一样缝缝打开。你可以用那个珠针稍微把这边薄的地方别一下。因为厚的地方一定别不住，所以我们就是把两侧稍微固定一下，像这样。然后这边是打开的，那就是一整圈呢，我们都车1公分。可以先从平的地方开始，那因为两侧很厚嘛，所以我们从平的地方起车。这样整圈就接缝起来了。好，之后我们就直接从这边把它翻底下带底翻过来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会有这个表里布，那我们就把里布往下放，这样。那我们要把带口的地方整理出来，你可以把手伸进这2层中间。然后这样瞧一瞧，那你要记得哦，这是表布，这是本体表嘛，然后这边是贴边，再来才是拉链布，所以你要记得你整的这条线是这边带口，不要整成这条线就变这样，你包包就多一层，就多一层，直接长高，从里面增高鞋。好，所以你看我手可以2只手，一个进来里面推，一个在外面这样，把它整一整。我们等一下从带口的地方要压缝一条线。好，有没有很整齐耶？接下来就是带口这边直接车缝一整条。那因为这个布比较厚，再加上到这边来也会很厚，所以你可以车0.5，就车宽一点点，下来一点这样子。不然你车那么小，很容易到这边就会歪掉，过不去。对，过不去。我们现在要压缝嘛，但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从机器过去，我会从底下车，等于底线才是我的正面，就会比较没那么漂亮。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包包呢翻过来，等于表布在里面，就是车缝的时候的手势，你这样会比较顺。这样子，里布在外面，表布在里面。那我们就从这边侧边开始。好，那我就车0.5。好，到这个有提耳的地方，因为它
稍微比较厚一点嘛，所以你右手可以在前面稍微帮忙它往前拉。如果你发现它爬坡爬不上去的时候，有感觉到很厚吗？然后车缝速度也是就是放慢，因为你车越厚嘛，所以你就是越慢车。到这边结尾的地方呢，尽量让你的回针的孔洞是下在同一个洞里，才不会觉得那边线结很多。所以我这边转第一针，让它孔洞是对应到的，然后再回针。这样回针才不会是一整坨。有没有车宽一点，比较不会到这边，因为太厚你就被往外挤。最后就是要车带底。那我们上面处理好之后，下面这一圈呢，我们先梳缝一整圈，把它固定起来，才不会你等下接底的时候这两片跑来跑去。我们拿出底片，把表里部背面相对，所以这边是背面哦，背面。然后呢，梳缝一圈。好，底片这边梳缝完，然后这边也梳缝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把它们结合。这边会有一个十字记号，大家先把记号点做出来。这个布啊比较难画记号，所以我是用剪牙口的方式，像这样剪一个小三角形。那你的深度就不要剪太深，我剪大概0.2、0.3左右。然后这边布料的话，两侧接缝处会有一个记号点。那中心的话就需要用剪牙口把它做出来，所以这边带身的部分一样有4个，所以这4个记号就是对在一起。你等下在车缝的时候就知道说，这一段长度有没有对到。那如果你发现某一段车的长了，你就再裁某一段就好，才不会吃到车到最后你的缝缝机到后面不知道是哪一段出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边正面对正面，然后这个方向去车缝。在车缝的时候，我会让就是单片的这种有弧度在上，然后带身在下。那因为这个是有形状有弧度的嘛，我们要去旋转它去合下面的带身。那我们从比较平缓的地方开始，然后再到转角这里。那我们从这边中心记号起车。车缝的缝分是1公分。要注意你下面这一片呢，因为它是一个回旋形嘛，所以你要尽量让它放平在你的这个台面上。然后上面这一片呢也是放平，所以你可以2个都放平，然后不要拉扯到之后用锥子送进去，这样车缝起来会比较顺。开始要转角了，对不对？底下这片一样转过来放平，然后呢，上面这一片呢，就是要边车边转。那你看它本来这边就不会一直对齐，不像直线啊，直线就是你直接对齐就好。那弧线就是边车边对，所以你只要针扎下去的这个位置到你压脚前端这里有对齐就好，前面没对齐你都不管它。好，所以我们眼睛只要盯着这边这一段区域就好了。这一段是不是车完了？又开始没对齐了，压脚抬，再旋转我们上面这一块圆形的。那这个弧度还算比较大的哦。如果你的弧度呢越小，那你就要车得更慢，然后旋转得更多。就比如说，你看我车2针以后呢，针扎着一样，就要压脚抬，旋转我上面这个裁片，慢慢去让它对合在一起。好，所以很怕同学就会这样直接拉对齐。那你看这边全部弧度的地方都多出去，这边都是多的，那你这样长度就不对，就会接不起来。所以一定是边车边旋转。所以你就车个2针之后再转，车个2针再转。好，底下这个继续转过来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快转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就有第二个牙口记号出现了？这个牙口就是要对你的侧边的，所以你可以先这样对看，是不是差不多？
那如果你看如果差一点点，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拉一点点，让它有弹性？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掌握你这一段的长度会不会对应到。好，所以我们1/4这样就完成了。所以合带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你只要牙口记号有做好，你一段一段的车都可以把它车得很刚好。好，一样直线的地方照车，好，到弧度的地方慢慢旋转，车2针以后再转。在上面这一块慢慢旋转，好，转弯的地方过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再来对应我直线的这个牙口记号。那我们第3个牙口记号在这里。好，那你如果发现是长了一点点，那你就可以。这一块要缩嘛，就是用锥子这样点送进去。好，只要不要打折子都可以，或者是你底下这片可以稍微拉一点点，好，让这2个点对在一起。你就继续一样直线的地方继续车。那我们最后一个牙口记号就是对应到一样侧边这里。车到最后一个转角啊，底下这一片布会很难拉平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就是整理好。这一段是直的，然后上面这一块再来合它，不然很容易车一车就会折到。车完之后，你可以检查一下，就是说你的缝分是1公分，对不对？直线当然没问题，很容易你车到转角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缝分会车小，所以你有拉扯到。好，我们就是检查一下这边线条是不是平顺的，然后转弯的地方呢也不会有布料多出来，有时候会变这样子，布料挤出来，就代表你的长度车不对。好，所以它是这样子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缝份都包边包起来。你可以先用双面胶，我们一样从平的地方开始哦，从这个旁边布边粘进来，好，就是贴这样一整圈。好，内外都贴，就说你在粘的时候就把人字织带粘好了，就不用担心说在车的时候会跑掉。那有些同学可能他懒得粘，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一边有粘了，一边没粘，就车的时候整个歪掉，就还是得重来。是沿着布边粘哦，你不要粘得太进来。你如果粘得太进来啊，等下包边织带上来，我们要车缝这一段。那你如果粘太进来，这样车的时候就很容易车到你的那个双面胶，看了整个车真的黏黏的。我们的缝份是1公分的，这个人字织带是2.5，所以它对半折皱是1.25，就比1公分略大一点，所以它是可以把这个缝份包住，不会露出来的。我们把外层的这个双面胶先撕开。好，那这边是一个方形嘛，我们从平的地方开始粘。这个人字织啊，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人字形嘛。那中间会有一条中心线，那么这里有中心线，所以我们在粘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我们的布边稍微对齐我们的中心线。中心线在这里，你如果看不清楚的同学，你可以先用那个粉涂笔稍微把它画出来。这边是中心线嘛，那其实我没有粘到中心线，我有多给它0.2，是因为这个包包的这个铺棉有厚度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预留一个它翻过来的这个厚度。如果你直接粘到中间，就会变成翻过来会一大一小，所以你在粘的时候呢，就不可以粘到中间，你要多预留在0.2。好，那就这样一整圈把它贴起来。你可以贴一贴啊，
就是这样反过来看一下，确认你有没有贴完。有时候确实会看走眼。最后这边结尾啊，我们会多预留3公分左右的织带长度，那剩下的就把它剪掉。然后我们在头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再贴一段双面胶，把它反折起来，给反折1公分。这样，然后这边再补一段U形的双面胶，像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可以确定它都有粘到。因为有时候歪掉其实就是没有粘紧，所以你在车的时候就跑掉。那我们就是这边都粘紧以后呢，这边就可以再往下折。那外面粘好之后，一样里面撕掉，把这边沿着我们的这个布一定要粘紧哦。你看我是有这样往下顶包住的感觉，这样贴。那你如果没有包住，这边会空空的哦，所以你就是包着我们的缝缝往下粘，把它整圈都粘起来以后呢，我们要从这个边缘一样车缝1公分，它就刚好车在这个0.2的边缘。你如果怕没包到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粘的时候确实没粘好嘛，那个缝缝不对，那你可以车0.8，就是少一点点，但你可以确认你都有车到。像这样都粘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车缝。那方向一样是这个底片在上，然后身体在下。在车这个带型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就是底下呢手要把布往旁边拨开，不然你很容易就夹车道。车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它会距离你的包边这边有一段距离，就不会车很容易落下去没车到。因为有人可能会车到发现就这样跑出来，对，然后这边没车到，所以你只要粘好，基本上你只是沿着这个这样车一圈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喽。好期待啊！这个包是用包边的，所以也不需要留翻口，就不用在那里翻的要命。好，这边带反口可能出不来吧，前面那一片太硬。这个带底啊，手伸进去把它推出来。你看，只要是包边的，这个带底都会非常挺。哦某某，完成啦！看我们刚刚说的，这边有压线，所以它这个会自然的往里面藏。好，提把提的地方这边是比较小的，很棒呢。那赶快跟我们一起动手做做看吧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sa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